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今天是七夕节，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拥有甜甜蜜蜜的爱情。好了，认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郭，24岁，来自河北，游戏设计师；小徐，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永远觉得我不爱他，非要让我辞职，根本看不到我的付出。他总是拿工作忙来搪塞我，同事关系一点边界都没有。他总要拿我和别人比，要求我做的面面俱到。我已经退让很多了，他还是觉得我无理取闹。你希望对方最先做出的改变是什么？他如果能对我多一点认可，少一点要求，我就心满意足了。把精力都放在我身上，要么换工作，要么分手。哎呦，要么换工作，要么分手，这听起来还这有点严重了哈。是他现在就一直拿我工作的事儿来说事儿。他上一次就是毁了我工作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当时也是刚入职嘛，每天就特别忙。然后当天正好是工作快结尾收尾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是要临时来我家里。我说那你来呗。但是呢，他来了我家里以后，就一直在打扰我。那是我打扰你吗？我当时我也好不容易有时间，我想去找他，跟他多待一会儿，我高高兴兴的去了，他也同意了。但是他对我就特别不耐烦，然后把我一个人留在客厅。然后当时我就是在客厅等他一个晚上，他都没出来看过我一眼。我没出去陪你吃饭吗？再回去工作的时候，发现手机消息都炸了，就期间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后面才发现他给我手机开了免打扰，然后我当时领导已经给我发消息，让我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了，然后我们那个半个月的绩效我也没拿上。哎，姑娘，你就不怕当时他工作上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由于开了免打扰接不到吗？但是我只听到他在房间里跟女同事有说有笑的，那哪是正经谈工作呀？还问人家你现在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下？一个项目组的都半个月了，那么神经紧绷的，我不是放松一下吗？我不带。那你放松一下，你出来陪我吃饭呀？那你为什么要跟他有说有笑的？他现在就是总这样跟我无理取闹，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他这样。然后他现在越来越过分，他还要求我工作的时候要跟他报备。这不是情侣之间最基本的小事吗？报备不是工作时候怎么报备啊？他上班了就报备完了呗。对，我有一次有个特别重要的会，我想着得跟他先说一声，别打电话。结果他倒好，不让他打，他打得更欢了。然后当时很多领导都在，我那个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手机一直震动。那他没给我发照片呀，我怎么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在开会？他不开会，他在干什么呢？你觉得？跟别的女生不知道在干什么呀？他就是总怀疑我跟有个姐，因为他当时工作的时候对我比较好嘛，也算是带领我的一个小领导。然后当时特别过分，开完会的时候，我给他回过去电话，他根本就不接，然后还给我拉黑，还把我家里给砸了。我当时特别生气，就这么一个理由就要砸家？那他不接我电话呀？他第3次砸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有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呦！就是你看啤酒瓶子碎了一地，好像家里进贼嘞。对，我当时那个电脑，那个是我工作用的，特别重要，文件都在里面。然后他当时就不管无故的全给我扔地上，还好没有被啤酒瓶砸坏，要不然我这1年多的工作全白费了。姑娘，你有觉得自己这样砸了他的家有不好吗？他不在乎我呀。那你都这么不相信他了，你都把家砸了，怎么又和好了呢？他后来也跟我道歉了呀，那我就原谅他一次吧。他就是后面还这样，他变本加厉，不仅让我报备，还时不时就查我手机。我有一次跟朋友吃饭，他当时突然就拿过我手机在那翻，大家都挺开心的，他就给我来这么一出，然后臭着个脸。最过分的是什么？他把我同事的微信给删了，把我那个工作群全退了。那不是因为你跟女同事聊天连的内容比较暧昧吗？他问人家到家了吗？然后还说你明天有没有时间啊？我可以接你一起上班。那是正常同事关系之间该说的话吗？那你给我领导发辞职信干什么？他为什么总是给你安排工作，自己不会做吗？他就是没家，见不得你有对象。什么又给领导发什么辞职？谁给谁发？怎么回事？这个事儿是他当时查我手机嘛，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后面领导第2天让我去直接提那个离职流程，然后我当时都一脸懵，原来是他那天晚上查手机，用我的那个口吻跟领导发了一条那个辞职的申请，然后我当时特别难过，我一方面还得
提防着他，我然后还得跟领导解释去，然后跟同事还解释，买奶茶好说歹说给人都加回来，还跟领导赔礼道歉。那你这工作没丢吗？我跟领导好说歹说，就是求着领导，我一定把我俩关系处理好，以后不会这样。我跟领导保证了。但是他领导为什么总是给他安排那么满的工作，就没有时间陪我？我就觉得是男士还是女士啊？男的。哦，幸好是男的。是，要是个女的去公司盯着我都没准。所以人家说了吗？你要不换工作，你就换女友吧。我要换了工作，我现在怎么养活她呀？她一个月现在必须要给她打5000块钱。女生现在是学生，没有收入，没有。父母给你生活费，她生活费根本不够花的。每个月给你多少？给2000多吧。那这是正常一个大学生现在普遍的一个生活费哈。他2000多，他根本不够花。男朋友再额外给你5000。你每个月给5000啊？哇！对，你每个月要消费7000呢。我也没说一定要消费这么多呀，我只是想打扮得漂亮一点，这样跟他出去约会，我也有面，他也有面子呀。男生赚多少钱呀？因为这份工作确实不错，一个月工资7000嘛。然后我现在给他5000，我交房租交1000，剩下1000块钱我只够吃饭的。他还要让我节假日给他买礼物，这个也就算了。然后他什么扯那些50天、100天的纪念日，都要跟我要那些礼物，这不很正常吗？谈恋爱不就是需要这些仪式感吗？你要了你又不穿不戴的，他买那些衣服、包，还有什么化妆品，全堆在我家里。那些本来就是时尚单品啊！你见谁一年只穿1件衣服，只背1个包呀？那不得先吃饱了才能给你买礼物吗？你都让他换工作了，那要没有这么高的收入呢？他以后如果只挣4000呢？那就再想别的办法呗。再给你补够那5000是吗？他现在就是完全就是不理解我。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辛苦为了啥？确实我挺喜欢他的嘛，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挺来之不易的。我觉得我能多迁就他一点，但是现在就是有些过分，我忍受不了。那他对你还有什么其他生活上的要求吗？他就是还不知道从哪学那些什么爱心便当，让我给他做那个东西，就是什么米饭和菜摆成那种小猫小狗的样子。然后他让我每天中午都给他送一份，我天天中午回去累个半死的，然后我还得给他做这些东西。然后我有一次太累了，我说给他炒2个菜带过去吧，然后他就不行。见我面以后，看见那个便当不是他要的，他就给我反手撇在那个垃圾桶里面。他都同意给我做了，为什么我就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呢？那我室友她的男朋友为什么他们就可以？他现在就是老拿我跟别人比。哎，你为他做了点什么呀？在他工作忙的时候，我陪着他呀。还有一次，我加班加到特别晚，凌晨3点多的时候，他非要拉着我去吃什么打折火锅，我都这么累了，然后那生活不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吗？我现在有这个福利，我为什么不想？为什么不用啊？然后我跟他说我很累了，你第2天我陪你早上去行吗？然后他不行，然后我说给你钱吧，你跟你同学们一块去吃呗。然后他不行，还是不行，非要吵我。我当时手头工作没忙，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我就拿着笔记本跟他去吃的火锅，然后他倒好，全程不给我好脸色，我还得给他夹菜伺候他。然后他当时坐我对面，我面对面坐的，他都来吃饭了，那为什么就不能先放下手头工作呢？我让他给我夹菜，他那个眼睛还盯着屏幕呢。然后他就把筷子扔锅里，溅一桌子汤。然后他说你再看你那破电脑，我就给你扔锅里。然后手已经上去了，就还好我拦了一下。所以你的电脑、手机是不是都对女朋友是完全公开透明、毫无保留的？他倒是不查我这个电脑，反正他现在就是一直在查我的手机。好，那男生来说一说，女生身上有没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地方？他就总是穿的那种特别暴露，我就不理解他一个学生为什么老穿这种衣服，就是露着肩，然后露着背，这不穿衣自由吗？还露着大腿。我说了不喜欢这样，他总是这样穿出去，然后每次我们吵完架，他就穿成这样，还跟那个男的搂抱拍个照发朋友圈，说什么你不爱看，有的是人爱看。本来就是啊，我穿成这样，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出去，但是你不愿意啊，那我自然有别人陪我呀。他当时就陪着那个男的就穿那么露，然后去酒吧喝酒去了。我当时担心他，我就过去了，那个男的就搂着他肩膀，然后最后他俩还那种依依不舍的，你知道吗？就他后面就没有对我露出过那种表情，他跟那个男的那样。小兄弟，都这样了，你还不分手啊？我想过，但是我总是想，就是他现在年纪小，然后他在上学，他不懂事儿，然后他后面也跟我说了，他以后不这样气我了。这是气你吗？我就是在故意下，谁让他不在乎我呀？如果换了是他和一个异性，这样一幕你会怎么样？那我会生气啊，我就跟他分手啊。不是分手，你是肯定把他们2个脑袋都砸了的。哎，男生，你们俩今天是谁要来的？是我要来，我觉得这段感情还有挽回的必要。
我觉得他要么换工作，要么分手。你这是让他要么不工作，哪是换工作啊？不工作没5000块钱给你了呀？那我让他换别的工作，这样就有时间陪我了。啊，换一个清闲点的工作，工资还要高一点。你给他找吗？那他自己想办法。所以现在是你提出来想分手，你要不换工作就分手，所以男生求助于节目组，让我们来劝劝你是吧？我们劝他啥呀？我就想让他不要这么无理取闹吧。好，听明白了，究竟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建议。我问女生，你对自己的同学、老师和家人也是这么刁蛮任性吗？我没有对他很刁蛮任性吧？你对其他态度是一样的吗？差不多啊都。在你家也砸东西啊？在家也不砸东西啊，在家我爸妈会哄着我的。刁蛮任性是某些女性擅长的能力，这不是刁蛮任性吧？是很显然是超能力。一个年纪这么轻的女孩，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肆无忌惮。这个小男生如果还能承受，您的承受能力我为你点赞。一切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您在爱情当中是以这样的一种状态，爱情来一段毁一段，确实有点过分了。如果说他现在失去这份工作，哪来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他孝敬父母也没有像如此的孝敬你啊！看到儿子这样的委屈，哪个做父母的不流泪啊？所以我建议你们2个人还是先分手为好，让他离开了你以后再去看一看爱情应该如何的去面对。谢谢。姑娘，我找一个男朋友不是因为找了他我就要幸福，你得知道他为什么找你。他找你的原因是因为他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幸福，当他越来越觉得不幸福的时候，就有了太充足的离开你的理由。当我们都觉得有点过的时候，那说明你们的相处模式可能真的已经脱离了一个让我们都觉得舒服的框架。咱这么说吧，姑娘，他要是连你这个山头都能攻下来的话，再找的女朋友绝对比你好相处。你没那么出色，没那么亮眼，但我觉得我做还是没错，他确实该这么对我，我是他女朋友啊。是这样，2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要有付出也要有回报的。咱说的直白一点，是要有价值交换的。不是因为你是你，所以他就可以掏心掏肺什么都不留的给你。你要给他同样的东西，不一定是经济价值，但至少可以要给到情绪价值。因为2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不是家人关系。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儿，或许有一些概念就慢慢可以梳理得通。但是我觉得同样有问题的是男孩子，为什么你还要在这段关系当中强行留下来呢？我后来明白一件事儿，我觉得你要在不断满足他的这个过程里去证明你的价值。我觉得这可能和你一路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有关系。但是你年轻，我们跟你说你要向内去求自己对自己的认同，这事儿有点难，你还要需要一段时间往前再磕磕绊绊一段吧。我觉得硬拆也拆不开，但是拆不开的原因在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段爱情要让你们受够了苦，你们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情了。总要有一堂课让你们知道自己的答案是什么。说到这，李老师就特别的温暖包容，你不觉得你听起来没有教养吗？你丝毫没有边界感，你丝毫不加收敛自己的骄纵，你完全是逮着一个软柿子捏欺负老实人。他不接电话，就算他真的如你所猜忌的和别人聊天了，你就能砸他的家吗？你这是侵害人家个人的财物，完全不加控制的骄纵。你这样下去，你就毁了你自己。我们人可能都无完人，都有内心不够美好的地方，但是什么是成长？成长就是把我们的好去慢慢的放大，把我们的不足慢慢的收敛。你再往坏的方向成长，你没发现吗？
你居然能够去给人家的领导私下发信息说辞职，干涉他工作的自主权。你居然能够做出那么多影响他工作、影响他生活的行为。你既然那么严苛的要求他，人家就挣7000，要给你5000，你还不满意，完全迷失了自我。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说你爸妈要看了这个节目，估计是又心疼又气愤。这我女儿怎么在爱情当中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还不收敛？女性真正的价值是多元的，我既有感情当中的价值，又有工作当中的价值，又有人际关系当中的价值。你现在有什么呀？你一个不挣钱的小姑娘，你好意思跟一个男生要5000块钱工作的辛苦钱？你是他什么呀？你就拿人家5000？这个爱当中没有尊重，他不尊重你的原因很简单，你不自重，你给了他这样去打砸、伸这么长的手进入你的工作领域的机会。爱人先爱自己，你可能听了很多遍了吧？学会尊重自己，自重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树立边界感是男生要学习的，树立自尊心也是男生要去建立的啊！我希望你们都先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爱好自己，再去爱别人。谢谢。姑娘，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当你砸完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木姐的观众朋友啊，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木姐啊，您只要回复"爱情宝贝"这样5个字，还可以得到我们的新人礼。是这样啊，咱们先从业务层面聊这事儿吧，咱别老聊爱情。你跟一个那么好的业务苗子，非要聊爱情，弄不好人都没想这事儿。你说哪方面的业务啊？你就比如说业务，首先服从性测试做得非常好，每天一个小便当。你得给我做爱情便当，天天都要，每天换花样，花样得我满意，日复一日，这是测试对方的服从性，在执行过程当中培养对方的服从性，这个测试在业务层面做得很好。然后呢，你一个月挣7000，我跟你要5000，我干嘛不要7000？我不想要吗？我当然想要，我要7000，他翻脸了。我得给人留口吃的，还有1000块钱得租房，我不能让人家没地儿住，所以5000，这个量把握的非常精准。小郭，你要明白，我们这个爱情保卫战聊着聊着有点像爱情论剑，咱们作为练兵对象，咱得知道自己深浅，人家在咱们身上业务不可能业精于勤了，因为咱们就这么多嘛。
这个时候该让开就让开。他为什么说要么换工作，要么分手？是不是你这女朋友说的？是吧？这句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啊？我在你身上已经没法继续磨练更深层的业务能力了，我得换对象了。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吗？讲明白。然后小徐，我这么说，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你看他知道我什么意思。这要是22岁没毕业，真的天真的小女孩都不知道这大爷在说什么。你看他一点头，他能听明白，能明白吧？你看能明白。我问你这么件事儿啊，你1个月给我5000块钱，我做你女朋友，你觉得这事儿是爱情吗？我觉得情侣之间送一些这个，就不是情侣之间怎么了？送给对方买些礼物，然后给你花钱，这不是最基本表达爱意的吗？哦，你觉得这个就是爱情？一定记着刚才这个表现，面对下一个的时候，你也要有这个表现。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种业务就怕让人发现它不是爱情，它是个业务。哎，你妈知道你跟人谈恋爱谈1个月收5000吗？我没跟我爸妈说，我觉得他对我不是很好。你觉得他对你不好是吧？分吧，下一个。所以姑娘，你今天来的诉求是，就是想让他换个工作啊。然后他要挣5000呢，给不了你5000呢，换人吗？那他就在想别的办法。想不了，就这能力。那我没必要非得一定要拿5000啊。那你的诉求是希望他更多的陪你是吗？这些老师的解析是供你们参考的。至于你们的感情何去何从，还是把握在自己手中。好吧，请2位回到各自门后，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啊，有一个方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看一下这对情侣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其实现在分手对2个人来说最好的成长。真的建议怎么说的，原地分手，原地分手。哎，果然原地分手。男的没了。哇，真好。所以说明男生听懂了是吧？女生也听懂了。哦，这非常好。20出头的年纪，我觉得未来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去走，也有很多的精彩或者是坎坷。这段感情就让他们留在回忆当中吧，希望以后都能找到我们生活的正轨，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加油成长。好了，我们来看看下一组嘉宾，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来，请开门。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周先生，26岁，来自山东，英语老师；王女士，20岁，来自河北，新媒体运营。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对方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他公主病，无视我的情感需求，一点儿也不像我的小娇妻。他太矫情了，还特别霸道，特别强势，对我要求太高了。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总把他认为好的强加在我身上，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他如果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分手吧。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不领情，还闹分手，我到底错哪了呀？女生要分手。我觉得他矫情，然后他觉得我有公主病但我觉得我没有公主病，我还没有那个公主命，反倒是他总是觉得他认为好的，然后强加在我身上。是这样的，因为我对他好，他不领情就算了，而且还不理解我，不给我情绪需求。那咱把事情具体一点说说哈。他自己在外面租房的时候，他经常跟我抱怨房租压力大。2是他跟别人合租特别不方便，所以说我就想把他安排到我家里，结果他还不领情，而且还挑3拣4，抱怨这抱怨那，我觉得他就是有公主病。他是让我去他家住，但是他们家里还有他的母亲，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哎，我觉得姑娘说的好像也不无道理吧？那是我自己的房间，然后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房间有处置权，我也可以住书房呀、按摩床呀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牺牲我自己的居住条件去改善他的条件，我觉得我作为男朋友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他不领情。听起来他好像觉得没改善啊，还得和你妈妈相处。这样的，我母亲她是周一到周五嘛，去别的省份考察调研，然后有时候不在家的，基本就是谁也见不到谁。反正不领情哈。对。那还有什么事儿你做了觉得是大事儿，他不领情的？还有工作吧。他之前的工作是每个月4000块钱，而且下班特别晚，每天晚上要11点后才能入睡，天天给我抱怨吐槽。我就想办法，好不容易帮他找了一个100亿市值的一个车企，这可是好工作，发展潜力巨大。而且这个部门只要他做出一点事情来，就能立刻给他提升到主管，那月薪过万。去之前他跟我说的是9点上班，然后去了之后面试通过了，人家告诉我7点45就要到，那也就是说我早上6点我就得起来了。我觉得时间点他没有提前跟我说好，他就觉得我不去就是不领情了，就不去就不爱他了。你是因为觉得不能早起？对。这工作你偏早起，但下班也早呀，5点半就下班了，那多好呀！我这真心实意的解决我女朋友的诉求呢，你不理解还算了，还说我。咱们先不评判谁的观点正确与否啊，还有啥事儿啊？比如说，平时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走了好多个商场，然后给他挑了一个卡通元素的包。可是呢，他非但不领情就算了，反而数落我一通。你知道他把包挂哪儿了吗，老师？他把那个精华水当挂钩用。然后放到了那很高的柜子上面，我一碰那包的时候，那包掉下来了，碎一地，溅我腿上全是玻璃碴子，那我能不生气吗？咱除过那个精华水砸碎了啊，就是那个瓶儿玻璃渣子溅到你，那包好看吗？挺好看的。他可能事后觉得挺好看，但他当时的原话就是对我说，这包太幼稚了，你买的我根本不喜欢。哎，行吧。你们俩现在收入应该是男生多一些，是吧？对，因为我是学历比较高，硕士学历嘛。那你们日常生活的开销呢？谁会多付出一点呢？日常开销基本都是我承担80%到90%这么一个范围。每周末我要请他吃个海底捞呀，还有比如说自助啊，一位就要399呢，这花销可不少，每个月都2-3千呢。哎，姑娘在这方面你还是认可的哈，就是他还是在经济上付出的更多一点，是吧？对。这个没有什么矛盾吧？我觉得我先前追他的时候，然后他对我情绪反馈特别好，但是现在我在对他这么好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对我的情绪回馈没之前那么高了。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给他买了那么多衣服、裙子，还有手链，然后他就反应平平，因为我想象的至少得抱着老公转3圈那种的，或者说就是你得发个朋友圈什么的。你给我买了很多东西嘛，你说的好像搞得我很物质一样。我就是给你买了好多裙子啊、衣服呀，还有情侣装呢。那让大家看看吧，导演在吗？我的那个行李箱应该在化妆间。你把他送你东西都带来了？带来了几件。咱看看到底送了点啥哈？这就是来摊牌的。哎呦，还带着签儿呢。这件吧，你说这件多少钱？这件当时我花199元买的呢。你再想一下花多少钱？为什么标签上写的116啊？当时我在线下商场买的，那个商场的那个推销员他说你女朋友穿这件绝对好看。行，而且我女朋友她是喜欢黄色嘛，我给她买了个黄色的衣服。一身小衣服。我二话没说，直接掏出手机扫码买了。但我女朋友就是很公主病，觉得嫌这嫌那的。这就是公主病。这里有没有9块9的？肯定没有9块9，我会花9块9给她买吗？还有啥姑娘？再给我们看看。他就是每天说这个裙子大几百，那个裙子大几百，根本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夸张，就让我有一些负罪感。还有这个毛毯。这个毛毯是去年的时候我买了那个毛线球，一针一线的，花了半年时间，然后给他织的。你织的？你织的？对，我织的。这个礼物你满意吗？女生喜欢吗？这个我很喜欢呀，我当时给了他挺高的反馈，但是他觉得我情绪反馈的不够，他得让我发朋友圈，持续好长时间给他。就是要哇，我太喜欢了，太喜欢，然后发朋友圈，然后奔走相告，告诉天下，哇！对，他太霸道了，对我的爱太窒息了。啊，啥意思？给你东西太多。
多了还太少了，太贵了还太便宜了，情绪价值需要的太高了，但是我满足不了他。你刚才用了个词叫窒息。对，就比方说他给我找工作，然后他让我去他家里住，这些都是我不愿意的，但是他强加给我，他以为他为我所谓的为我好，然后我就得听他的，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哎。他送你这些礼物，你会有给他回馈，也送他，比如说我给他回馈了呀。但是事情其实是这样的，他当时好不容易给我买了件衣服，但那个衣服我穿上是有点痒，但是我觉得可能洗一洗呀，然后熨烫一下可能就好了。他就是听不懂我的话一样，太公主病了。你给我送件衣服，你还给我退了，这算什么呢？退掉了是因为他说着他穿上身上痒，我特别喜欢。所以男生确实在情绪要求上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哎，对，那他其他方面，你不是说大部分是你花钱吗？那比如说有些时候会不会也让你觉得你不满意他的经济上的付出？就比如说，去年年底我们旅游的时候，我计划就是我们2个人先去长沙，然后再去重庆。结果旅游到重庆的时候，我就为他自己那个门票掏了999元，他就不满意了。最后我软磨硬泡3、4天才最后给我出了，这不就是铁公鸡吗？这旅游这件事情，当时我本来手里预算就有限，我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去，等我经济条件好一点了我再去。但是他说去的费用全额都是他包的，我说那行吧，那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又要让我额外掏999，那我掏钱我就预算有限嘛，我就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了。老师，你看这话说的对吗？那凭什么叫我给他多承担个额外的景点？说了吗？他预算有限，那不是额外的支出吗？那你去的时候不着急，这我得弄明白。去旅游之前是说好费用你包的，对。然后这999为什么他掏？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在感情中，应该是双向奔赴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我觉着人说出来的话得算数。你变卦了吗？走之前说的费用你全包，没错吧？所以到了那儿怎么又要说双向奔赴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又不是学校里学生不领工资，他有工资的话，那他老师问你的是为什么变卦？两码事，这两码包的。什么叫全包？你告诉我。全包那理应就是全部支出嘛。对呀。你为啥变卦？老师问你为什么要变卦？并不是说我不爱他，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委屈，毕竟我的钱我也不是 ATM 机，我也不是无限的。那去之前你说你全包的时候，应该这么想到啊？就问你为什么说了不算？我当时可能计划的时候就满脑子都是想着旅行的各种好了，就半途反悔了。也没有说半途反悔，就想给他一个付出的一个机会嘛。你这话说的真漂亮，走之前说好的是你全包，到了那儿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花钱，我给他个机会，你觉得你说这话合适吗？行吧，我觉得听明白了，你不说了啊，我们听明白了。大概总结一下哈，就男生觉得女生付出的不够多，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情绪价值上哈，提供的价值不够啊。女生觉得男生其实你说实话有点婆婆妈妈、碎碎叨叨的，有点这个。对你的要求超出了你能承受的范围，觉得他有点矫情，是吧？对。所以你们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呢？我的诉求就是我女朋友她太公主病了，都满足不了我。你希望她改什么？说具体一点。比如说改一改，在感情中，多为多提供点价值。对，多在经济上多为我，然后多承担。经济价值、情绪价值都需要提升，是吧？你的诉求哈。对，因为我给她提供了这么说到底就一切听您的。对。女生的诉求呢，就是他所谓的为我好，其实都是我不愿意的，我不需要他这种方式诉求。我觉得他要是再这么矫情的话，我也满足不了他。你就觉得很窒息，然后也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不行就你是想过分手的是吗？对。但是我觉得他不能。你别但是了，你自己思考一下，人家说了，你说那些要求我满足不了。我就这样，但是如果你不提这些要求，我们也能就继续相处，是吧？对。那究竟你俩适不适合在一起？我觉得听听大家的建议。女生，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喜欢现在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吗？可以。而且也得心应手。对。很显然，女生只是你口中的公主病，因为你列举的几件事情都呈现不了公主病的内涵，她自己的这份工作做得好好的，你非要给她搞个什么百亿车企，她不适应，难道就是公主病吗？她不愿意住到你家里来，难道这是公主病吗？她知道婚前
这样不妥当。男生很显然，你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段恋爱，当爱情的维护成本它超过了情感收益的时候，及时止损是最好的办法。男孩子，首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学历比他高？是。你的家世比他好？哦，对。你的能力比他强？哦，是这样的。你的薪金比他高？是我去年月薪过万。这是第一点啊，就你什么都比他好。第二点，你认为他好多事儿都是应该的，比如说我给你一个双向奔赴的机会，你为什么不珍惜？你难道不应该对我千恩万谢，感谢我给你跑来了这个工作吗？刚才在台上说了好多应该，所以我现在反过头来把你的话陈述给你，你还是认为这些事情是应该的，对吧？因为我这些都是对他好呀。我没有，不，这你先别回答我，你不用解释，我只是给你罗列了2个标准，这2个标准，一个是优越感，一个是需求高，这俩才叫公主病的显著特征。所以到底是你有公主病，还是他有公主病？我觉得可能错在你们所遇并不是自己最适合的那个，可能2个人最初都会被对方身上所拥有自己没有的那些东西而吸引。你可能觉得哇，一个这个很会提供情绪价值，在感情当中很朝气蓬勃、很热情洋溢的一个男生，他其实吸引到了你。男生可能觉得一个很客观、很冷静、很独立、很有自己安排生活能力的女生，这个细节可能也吸引到了你。互补嘛。但时间长了，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清晰的轨道，你们俩其实都很清晰，而且你们都不太会为了对方去积极的调整，都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的轨道上，自己的感知和认知里，都没有向对方妥协，都没有向对方更多的靠拢，这可能是问题。为什么没有那么靠拢？可能从最初的吸引慢慢平淡了之后，发现那些吸引你们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捆绑你们向前的东西。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没有那么相爱，没有那么欣赏对方。所以我也觉得，你们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如果还调整不到一个彼此都舒适的状态，那还不如就祝福彼此，感谢曾经的陪伴。如果还愿意继续尝试，那真的要学会包容和妥协。所以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其实我能感受到这个男方，他其实也没想那么多，他1个月就1万块钱，他愿意拿出一大部分在这个女生身上，当然会有他想付出、想控制的那一部分，想被认可的那一部分。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木姐呢，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去微信公众号关注木姐就可以了。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会得到我们的新人礼。小王特别好，曲意奉迎，是无止境的。咱就做真实的自己啊！咱们现在还没结婚，这个时候，在饮食起居上，咱们不做附庸，生活和工作不要依附对方，这一点坚持特别好。而且呢，你为我做的那些事儿，我心里明白，119的一件衣服，你跟我说得大几百，
然后还想要我一个特别小鸟依人的曲意奉迎，我只能做到80，你要求我做到100，那多出那20就是曲意奉迎，我没那么高兴，我得装出那么高兴来奉迎你，说不做就不做。因为这件事情，你满足了1，它就有2；满足了2，它就有3。你是没看我们上一场啊？我们上一场1个月给5000，不然就分手，还得变本加厉的各种要求。所以你坚持自我，这个特别好。如果他不满意，没看见，咱们20岁分得起手。这是我想跟小王说的。我跟小周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提要求，但你的要求，对方如果真做不到，不是对方不好，咱得要求合理不合理。出发之前说的是一切我包，到了那儿你得掏999。这件事儿可以拒绝你吗？可以拒绝。错在谁？是谁说了不算？我。你说了不算，那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他不为你开心活着，你为他做的一切，做的时候就觉得幸福，那是爱。做了之后，对方的反馈没有满足你的幻想，那是你的幻想有问题。所以怎么继续还是不再继续，你们要去认真思考一下啊，怎么去调整。把这个箱子要不收起来吧，带着这些礼物啊，两位各自回到专门之后做一个思考，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添加关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导师呢会在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那这对情侣应该会出来吧？出来吧？我认为女生不一定。其实这个女生坚持自我、坚持独立非常好，挺好，真的非常好。像这个木姐说的，毕竟还是年轻啊，如果能在一起继续磨合和包容，也许但男的比较难改。行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路在自己脚下啊！来，请开门。哟，都没出来，男孩出来了啊，男孩出来了，女生呢？来，男生，女生没出来，你想到了吗？我是有这种想到的这种预想，有可能性的吗？有可能。那你准备接下来怎么办呢？我觉得可能是我有点太过分了，我应该言而有信，一言九鼎，说全包就该全包，我也该听取这位老师的意见，就是在未来生活中，我也应该降低点情感需求，降低一些就是脑袋中的就是那种完美的幻想。那你的意思是还要继续追他呀，还是祝福他？我觉得既然他没有出来，那我就祝福他。对，这也是您的选择嘛。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结果，祝福彼此，感恩曾经的陪伴，你们的这一段情感也是真挚的，也收获了不少。相信如果下一段遇到了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伴侣，你们会更懂得珍惜，好吧？是。那也祝福你吧。对，在分手中成长。对，分手中成长，再见啊。所以你看，我们谈论爱情也是谈论成长，因为成长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是终生的功课啊。不管我们是幸福的在一起，还是由于不合适而分开，都希望我们在这段关系中彼此滋养。那至少我们都能得到彼此的对对方的祝福和共同的成长。感谢老师们的分享，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